有一个人在烂泥地里走路，一脚深一脚浅，鞋底拔出来要甩2下，甩完再踩下去，又是一整块烂泥。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记得是怎么走进来的，前面没有路，后面也没有路，整片地都是那种会粘住脚踝的软泥。走了不知道多久，泥地的尽头立起一栋房子，木头做的，而且不是盖在地上，是架起来，底下一根一根柱子撑着，整个房身离开泥面，要沿着一道木头斜坡爬上去才进得了门。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爬了上去，门开着，屋子里在跳舞。他后来形容，那是他这辈子看过最美的一场舞，一群人在里面转，在里面开，像花一样开出来。他甚至在梦里就知道这支舞的名字叫花之舞。梦里的知道就是这样，不需要有人告诉你，你就是知道。舞的旁边站着一个老头，留着胡子，正在指挥整场舞。他一眼就认出这个老头是谁，不是似曾相识，是认出来。他认出这是老子，那个2500年前留下5000字，然后骑牛走人的老头。老子对他说了一句话，只有一句，这就是中国的未来。然后他醒了。做这个梦的人是英国的帕克，他的战绩我们先前对过账，不赘述。重点在后面这件事。这个梦他做完之后什么都没说，不是完全没说，他把梦写进了书里，写在2015年9月30日出版的那本《来自宇宙的讯息》，336页，主要在讲他跑到印度去查纳迪叶的经历，梦就夹在里面，一段写完就过去了。之后10年，他在影片里反复讲这个梦，讲到老观众都能背。泥巴、高脚屋、花之舞、老头，一句话，5样东西，一样不多，一样不少，但他从来没有解读过它，这才是奇怪的地方。一个靠解读吃饭的人，手上握着一个这么清楚的梦，10年不解读，不说是哪一年，不说是什么事，不说花之舞象征什么，不说烂泥代表什么，泥巴就是泥巴，房子就是房子，花就是花。他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摆在那里，摆了10年。10年换算成他自己的工作量，大概是10支年度预言，上百场问答，无数次被人追着问那个中国的梦到底什么意思。每一次他的回答都一样，我不知道，我只是把我看到的讲出来。各位，这在预言这一行是很反常的，这一行的通例是反过来的，手上有一个模糊的东西，就赶快替他安上一个大解释，越大越好，最好能套上时事，有解释才有流量。他偏偏在最有戏的那一块什么都不加，而这正是标题那句等到今天才敢说的真正意思。他不是不敢讲这个梦，他从第一天就在讲，他不敢讲的是这个梦代表什么。一个预言家最值钱的资产就是解释权，手上有一段画面，替他配上一句话，这句话就能拿去卖10年。他偏偏把最好卖的那一段一直放在保鲜盒里不动，直到2025年2月，他才第一次说出这就是我的梦。也就是说，这个梦等了10年才等到他的第一句解释，而且这句解释不是他推理出来的，是他坐在观众席上撞出来的。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就是把这5样东西当成5个格子，一格一格拿去跟现在对，哪一格对上了，哪一格还空着，对到最后你会看到一件事，到今天为止，这张对账单还缺一格，而且缺的那一格恰恰是整个梦里最具体的那一样。还有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巧合，顺手讲一下，中文世界里中国梦这3个字是有主人的。2012年11月29日，这个口号在北京被正式提出，之后10几年它被写进文件，刷上墙面，挂在标语上，成为一整个时代的官方关键词。而帕克这个梦，中文报道一律称它中国之梦，同样3个字加一个之，指向的东西却完全相反。一个讲的是复兴的路线图，一个讲的是一个英国人在烂泥里走了很久之后看到的房子。我们今天讲的是后面那个，这一点先讲清楚，免得等一下混在一起。先说为什么是现在讲。2026年8月1日，江峰奥妙第166期，把帕克的前半生整个梳理了一遍，末尾把这个10年前的中国之梦重新翻了出来，标题直接写终于有了答案。答案这2个字是这期节目下的，不是帕克自己下的。
而这中间的差别，等下会变得非常重要。在开始对格子之前，先把时间轴拉一次，这条线很重要，因为等一下所有的争论都会回到谁先谁后上面。2015年9月30日，梦被写进书里，白纸黑字336页那一本。2016年到2024年，他在影片、在问答、在访谈里反复讲这个梦，不解释，只描述。2024年11月18日，他在年度预言里加了一句赌注。2025年2月12日，英格兰南部海边，事情发生。2025年12月30日，他发2026年的年度预言，调性整个变了。2026年7月12日与7月16日两批更新，把时间压到8月。2026年8月1日，江峰奥妙第166期，把这条线整个接起来。于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11年8个节点，你把这8个点连起来看，会发现一件事，这条线的形状跟他梦里那道斜坡有点像，前面很长很平，后面突然往上。好，在开始对格子之前，还要补一段背景，因为它跟这个梦是同一条线上的东西。帕克本人讲过一句很少被引用的话，他说，预言其实是他工作里最浅的一层，最浅的一层已经让他在英国小报上被写了几十年。那深的一层是什么？他说，深的那一层只有2个问题。第一个，人死了以后还在不在？第二个，人活着的时候该往哪里去？第一个问题，他用了40年的通灵生涯去回答。至于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广告公司老板变成灵媒，1982年那3句话怎么把他的人生整个掀翻，这个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他说藏在一片叶子和一个梦里面。叶子指的是印度的纳迪叶，这套东西我们也聊过，不重复，只讲他自己那一段。解叶人按他的指纹去库房里调出对应的一捆叶子，一片一片核对。古泰米尔文念到最后，叶子上写着他父母的名字，出生资讯也对得上。他从那之后就整个信了，而且他说他看中那款叶子胜过看重自己的通灵能力，理由很现实。他说自己的通灵是活人，此刻的感觉是现在进行式，叶子上的字是几千年前就写死的，是完成式，哪一个比较难不用讨论。而他那片叶子上，据他自述还写了另一件事，这个人日后会向世界传递一个关于黄金时代的讯息。好，记住黄金时代这4个字，后面他会在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从另一个人的嘴里冒出来。现在把5个格子摆清楚。第一格，烂泥，走不动的烂泥，一脚深一脚浅。第二格，高脚屋，木头的，架在柱子上，离地，要爬斜坡上去。第三格，花之舞，他这辈子看过最美的舞，名字是梦里自带的。第4格，老头，留胡子，在指挥，他一眼认出是老子。第5格，那句话，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开始对，先对第3格，因为第3格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日期、明确地点、明确人证的。2024年11月18日，帕克照惯例发他的年度预言，我们叫他年度开讲，因为每年到了年底，全世界的预言圈都在等他这一支。那一期他做了一件很反常的事，他把10年前那个梦又讲了一遍，然后在后面加了一句话。他说，我和珍很快就会去看这场舞。各位，这句话的重量要慢慢品。一个替女王算过，替川普算过，替半个世界算过的人，这次把赌注压在自己身上，压的还不是模糊的某个时候，是很快。预言家最会的一招就是留余地，时间拉长，范围放宽，条件加3层，怎么样都不算错。这次他把余地全部关掉，而且他关掉的是最不该关的一种。别的预言错了，还可以说能量提前释放了，时间线偏移了。这种赌注错了，就是明摆着的空头支票，全网都看得见。当时就有人在留言区问，你凭什么确定你要去看的那场舞就是梦里那场？他没回答，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3个月后，2025年2月12日，英格兰南部海边的伯恩茅斯，2月的海边，天黑的早，海风大到走路要缩脖子。长亭剧院是当地一间老剧院，门口海报上写着一个从纽约来的演出团的名字。帕克和珍坐在观众席里，台上演的是神韵，
而且是这个团在当地的第二场。第二场这个细节，我觉得比它看起来重要。如果一个人有心要制造梦境成真的画面，最好的做法是去首演，去开幕夜，记者最多，镁光灯最亮。他去的是第二场，一个很普通的当地观众占多数的晚上。那天现场也没有为他安排任何特别环节，他就是买票进场坐下看完，演完之后他出来受访，第一句话被记者一字不漏记下来，这场演出跟我的梦一模一样。他还补了细节，他说他看得目不转睛，一秒都移不开眼。他说能量、鲜明的颜色、动态的天幕，让人喘不过气。然后他说了一段更关键的，他说台上那个东西不只是眼睛看到的舞，背后有一种能量，中文叫气，印度那边叫 prana， 这是一场宇宙之舞。接着他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后面我们还会用到。他说这种东西就像一朵花，开完之后种子被风吹散到世界各地，最后又回到故土重新扎根。他也讲了难听的部分，他说可惜这些东西在中国大部分被压制了，我们正处在一个黑暗时代。但他感觉世界各地的人正在用不同方式醒过来，像许多小灯同时亮起。坐在旁边的真补了一句，他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就是他那片叶子上写的4个字，一个是印度库房里几千年前的古泰米尔文，一个是英格兰海边剧院里妻子随口的一句感想，中间隔着大半个地球和不知道多少世纪。这2个东西在同一晚撞在一起。第3格打勾，第4格也算半勾。神韵的节目本来就大量取材中国传统文化与神传题材，一个留胡子的老者形象在舞台上出现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这一格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值得多停30秒。帕克在梦里不是看到一个像老子的人，他说的是他认出那是老子。认出是一个很强的动词。一个英格兰南部长大的人跟中国八竿子打不着，梦里却能对一个东方老头下这种判断，这件事在他自己的叙述里从头到尾都没有被说明。当然反方也有现成的解释，老子的形象在西方新时代圈子里流通了几十年，白胡子、道袍、骑牛是标准图式，梦里认得出来，不需要任何神秘性。这个解释我认为成立，所以第4格我们只能给半格。第5格先搁着，因为那句话是未来式，未来式没办法当场对仗。现在回头看第1格烂泥，这一格2026年给的非常慷慨，中国第2季 GDP 年增 4.3%， 低于官方全年 4.5% 到5%的目标区间。6月16到24岁不含在校生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14.9%， 5月是 15.6%， 官方说法是降到近1年低点。一个要靠降到 14.9 来当好消息的数字，本身就是一格烂泥。新华社在2026年7月15日发过一篇10组数字看半年报的稿子，把上半年成绩整理成一串正面表述。同一个月，世界银行发了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2份东西摆在一起看，语气差得很远。而不管谁的语气对，底下那几样事实是共通的：房地产持续探底，内需疲弱，地方财政吃紧，青年就业难。这4样不是新闻，是这几年一路延续下来的老问题，只是2026年上半年又被完整的重写了一遍，数字换了，形状没换。这几样连在一起，走起来确实是一脚深一脚浅。而且烂泥这一格还有一个加码，帕克在2026年7月16日那批更新里特别点明了一条，中国的经济数据造假会被大规模揭露。这一条目前完全没有发生，属于未经证实的预言内容，但它的位置很妙，因为它刚好卡在你有多深这个问题上。你想想这个结构，如果官方数字已经是 4.3%， 而未来真的爆出这些数字本身还有水分，那泥就不只是深，是根本没有底。反过来说，如果这一条到年底还是没发生，那烂泥这一格就得从完全命中降级成大方向对，细节没对。所以第1格现在的正确状态不是打勾，是打勾加一个问号。第1格暂时打勾，所以5个格子对上3个，半个，还有一个未来式。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那不就结案了吗？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第2格高脚屋
从头到尾没有人提。你回去看所有报道那一晚的文章，大纪元的、新唐人的、看中国的，全部写演出，与梦境一模一样。可是伯恩茅斯长亭剧院是一栋海边的老式建筑，盖在实地上，门口是平的路面，没有柱子，没有木头斜坡，更没有烂泥。梦里那栋房子是架空的，是要爬上去的，是站在泥巴上面，但脚不沾泥的。这一格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东西对上。我们先给它一个名字，后面会一直用到高脚屋。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如果一个梦有5个细节，你对上4个，剩下1个怎么算？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剩下的那一个是最模糊的，可以放过，但如果那一个偏偏是最具体的，最不像象征的，最像实物的，那它就不能放过。高脚屋就是最具体的那一个。泥巴可以是经济，舞可以是演出，老头可以是文化，这3样都能象征化，怎么套都能套。但一栋用柱子架起来，要爬斜坡才能进去的木头房子，象征性最低，实物感最强。而且他在梦里占的比重不小，他不是一眼扫过，他是走上去的。他描述过斜坡的触感，描述过那栋房子离地。一个10年不解读自己梦的人，把这种细节记了10年，不太可能是随手加的。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已经对完账的时候，帕克自己把这个梦又拉回台面上，而且拉回来的方式跟2025年2月完全不一样。2025年12月30日，他发了2026年的年度开讲。这一支的调性跟前一年那种我要去看一场舞的温和完全不同。他把2026年定义成清算之年、重置之年、文明的转折点。他说转折点在2月，而且用了一个很重的词，说很多过去分散的预言会在这一年出现引力式的收拢，全部朝同一个方向掉下去。预言圈流传的说法整理起来大致是这样：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5方卷入冲突，时间带落在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之间。他自己说基本上会落在2027年。台海之间可能出现飞机或潜艇相撞的事件，日本被卷进去，但台湾不会被吞并。关于中国本身的部分，有说法称他预期经济严重受创，体制出现冰川式瓦解，之后分裂成许多小的政治体，最终走向类似欧盟那样的组合。2026年7月12日，还有整理提到，他认为上海、香港、西藏等地可能走向更高程度的自治。这一整段都是未经证实的预言内容，不是已发生的事实。我们照原样转述，不替任何一方背书。他还提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老说法：赤马红羊年，60年一遇的大关口。上一轮是1966年，那一年开场的事情有多重，不用我多讲。一个英国人拿中国的干支去讲中国的年份，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戏，但也正因为他拿的是现成的中国说法，这一条的原创性坦白说要打折。另外，他给了一个很具体也很不像预言的建议，把电脑里的资料做本地备份，而且要离线保存。理由是他预期会有大规模网络攻击。我们对这条的评价是，这是整份清单里最没有商业价值却最有实用价值的一条，叫人备份资料赚不到任何名声。2026年7月16日他又更新了一次。8月12日是危机节点，8月15日到9月16日是全球高风险期。他说世界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暗流很急，真正危险的东西可能从8月中开始冒出来。这一轮他提到的东西包括一团危险的气体云，可能是化学污染，也可能是辐射污染。中国经济数据造假被大规模揭露，伊朗局势若升级，油价上看每桶200美元，美国地面部队最终进入伊朗，以及中俄之间即使是盟友也会生出摩擦。他自己还加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不至于到要准备防毒面具的地步，警觉就好，不要恐慌。一个靠坏消息吃饭的人主动把恐慌值往下压，这在流量逻辑上是亏本生意。而且各位注意一下今天的日期，8月12日这个节点离现在只剩10天出头，8月15日到9月16日那段高风险期还没开始，这是很少见的状况。我们平常做这类题目讲的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成败早就定了，我们只是回头盘点。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帕克的牌已经翻开，但开讲还没到。
换句话说，这支影片播出的时候，这一格是活的，而这也让我们多了一个检验的机会。一个模糊的预言家，这次给了具体到8月12日的日期，日期越具体，事后填空的空间就越小，到时候是命中还是又一次大方向对，时间不对，10天内就会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一整套2026年的说法里，烂泥的成分浓度极高，而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会回头去指那个梦。他的逻辑是，泥巴不是背景，泥巴是必经的路，你要进那栋房子，你就得先走完那片泥。换句话说，他把坏消息跟花之舞绑成同一条路径的前后段，坏的在前面，好的在后面，中间隔着一段烂泥。这一招说服力强，但也正是问题所在，因为这样一来，好事发生可以算他对，坏事发生也可以算他对，坏事发生的越多，反而越像在替后面的好事铺路。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得把反方的账也摊开来看，而且要摊得够难看。英国有一个专门盘查灵媒的网站，叫 Bad Psychics， 2025年12月做了一次年度总结，结论很不客气，年初被公开报道的6项主要预言，5项明确落空，剩下那1项最多算模棱两可。落空清单长这样：哈利与梅根离婚，到2025年12月，2人仍是夫妻。工党党魁施凯尔被赶下台，没有人还在位子上。法国与德国爆发大规模社会动荡，有事，但规模远远不到他描述的程度。美国通过大规模的反觉醒法案，没有符合他具体描述的立法。UFO 档案全面解密，没有。至于那项模棱两可的海事相关预言，批评方的说法是措辞太宽，而且分不清是年初的正式预言还是事发后补上的中途说法，所以不能算命中。还有一批更早就没兑现的，一颗从没观测过的彗星或小行星擦身而过，喜马拉雅发生大地震，金正恩的裸照曝光，出现追踪恐怖分子的新奈米科技。再往前翻，2016年他先预测川普会败选，选后才改口，把说法调整成后续会生病，会辞职，而这些后来也没发生。批评方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这样：预言只要够模糊，粉丝总能找到办法把实际发生的事塞进去，所以就算错了也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给这种操作取个名字，后面一直用事后填空题。事后填空题的手法其实可以拆成3步，拆开来你以后看任何预言都能用。第一步，把预言里的所有具体条件拿掉，只留大方向，比如原句是某国领袖会在春天下台，拿掉之后圣某国会有政治变动。第二步，把时间范围拉开，原本是春天变成这1-2年之内。第三步，等现实提供任何一个沾得上边的事件，然后宣布命中。3步走完，命中率自然高。所以我们检验一个预言也要用相反的3步，条件有没有被偷偷拿掉，时间有没有被偷偷拉开，宣布命中的人是不是同一批人。这3把尺等下我们也会拿去量帕克那个梦，而且说实话，那个梦有2格量下来不太好看。心理学家理查严怀斯曼的批评更技术一点，他长期指出这类现场演示往往依赖模糊陈述与非语言线索，而不是可验证的证据。你讲得够宽，对方的大脑会自动把空格填好，然后回头觉得你算得真准。还有那个著名的命中率 89%， 这个数字在网络上流传很久，被当成帕克的招牌。有意思的是，帕克自己挥手说不信这个数字，我们就叫他 89% 神话。他的问题不在数字高低，在于根本没有人公布过分母。89是从几则里面挑出来的，谁定义的命中？只说对一半算不算？时间差1年算不算？国家讲错但事件讲对算不算？没有答案，一个都没有。一个没有分母的百分比跟没有百分比是同一回事。放回这个梦上，事后填空题的力道其实非常大。第一，神韵的节目结构本来就是10几个节目轮番上，其中花卉主题的群舞几乎是每年必备。一个人梦到一场很美的像花的舞，然后去看一场包含花卉群舞的演出，说一模一样，这个匹配的难度有多高？想都不用想，不高。第二，报道这件事的媒体跟演出方在背景上属于同一个生态，大纪元、
新唐人报道帕克称赞神韵，这在新闻伦理上不叫造假，但它确实不是独立第三方查证，这一点我们必须讲在明处。第三，这就是中国的未来，是一句没有实现的话，没有年份，没有条件，没有可证伪的门槛。今年不对就明年，明年不对就10年后，10年后不对就下个世代。一句永远不会过期的预言，严格说起来不算预言。我们拿刚才那3把尺量一下，烂泥这一格条件被拿掉了吗？有，梦里没说是经济，是我们替他安上去的。时间被拉开了吗？当然，经济不好可以连着10年成立，宣布命中的是谁？是我们自己。3把尺全都不合格，所以老实讲，烂泥这一格的证据力比看起来弱很多。老头这一格更惨，一个留胡子的东方老者，在任何一台中国传统题材的演出里都能找到。这一格几乎等于白送。花之舞这一格3把尺量下来，反而是唯一过关的，条件没被拿掉。他在事前就指明是一场舞，时间没被拉开，他自己说了很快。至于谁宣布命中，这确实是弱点，因为报道方跟演出方同一生态，3把尺过2把半，而高脚屋这一格根本还没进场，因为没有东西可以量。讲到这里，顺便提一个很少人想到的读法，烂泥那一格我们一直当成是中国的泥，可是梦里在泥中走的人是帕克本人，而过去10年他自己的记录也确实很泥泞。6项里5项落空，彗星没来，地震没来。2016年先说错再改口，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烂泥，一脚深一脚浅，甩掉再踩下去又是一整块。这个描述套在他的职业生涯上，准确的有点刺眼。我不是说这就是正解，我只是想提醒一件事，解梦这门手艺最大的陷阱就是你想把它套在谁身上，它就会像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坚持只做一件事，对格子不做解读，格子对上就是对上，没对上就是没对上，中间那些其实这代表的空间我们一格都不填。这就是帕克自己最爱讲的德尔菲故事。国王问神谕该不该开战，神谕说这场仗打下去，一个大帝国将会灭亡。国王大喜出兵，结果灭掉的是他自己的国。帕克的结论是，预言从不说谎，说谎的是解读的人。这句话漂亮，但要小心，它同时也是一张万用的挡箭牌，把所有解读错误都推给读者，而预言者永远站在干的地方，脚上一点泥都没有。你信哪一个？我的答案是，两边都不用急着信，因为这件事有一个地方是两边都绕不过去的。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反转的点不在内容，在时间顺序。2024年11月18日，他公开说了，我和珍很快就会去看这场舞。2025年2月12日，他坐进伯恩茅斯长亭剧院。前面那句话有影片，后面那件事有记者，谁先谁后不能改。事后填空题有一个前提，填的人要在事情发生之后动笔，这一次笔是在3个月前就落下的。而且还有一个更麻烦的细节，是替他辩护的人很少提，但确实成立的。那个团2006年就在纽约成立了，之后年年到英国巡演。从2015年他把梦写进书，到2025年他坐进剧院，中间隔了整整10年。这10年里，同样的演出在英国演过非常多场。换句话说，如果他想凑，他随时可以凑。任何一年买张票进去坐一晚，出来说一句这就是我梦里那场舞，效果一模一样，而且早10年还更划算，因为那时候他的名气比现在小，正需要故事。他没有这样做，他把这件事拖到2025年，而且拖到之前先把赌注公开押出去。当然，反方也可以说他就是拖到最有话题价值的时候才动手，这个说法没办法排除，但至少在动机上，这一格不是最容易造假的那一格，反而是最贵的那一个。这就跟他上威廉战夏特纳节目那次一样。夏特纳就是那位演过星舰舰长的老先生。帕克在他的节目上谈到川普遇袭的画面，事前只说了半句，我看到的画面跟雷根那次一模一样。节目里整理的说法是，后来又出现一次未遂事件，而地点正好就是1981年雷根中枪的华盛顿希尔顿饭店。这一段细节未经独立查证，我们按转述看待，不当作事实断言，但那个结构值得记住。他从来不说门牌号码，
他只说半句，剩下半句由现实来补，补上的时候效果最吓人。他自己怎么解释？他没有吹，他说可能是潜意识抓到了某种同步性，而他描述自己接收讯息的方式，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老是事情对，年份错。他说他的主要通道不是看，是听。讯息像一个突然进来的念头，你分不清是哪里来的，但那个念头的质地跟你自己的念头不一样，它有重量，它不肯走。他打过一个比方，你正在想晚餐吃什么，忽然一个名字跳进脑子，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名字就杵在那里不走，你的念头是你自己的，这个是外面进来的。分辨这件事，他说要练很多年，所以他收到的东西常常只有没头没尾的一句话或者几格画面。他常引圣经那句，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古人拿黑曜石当镜子，照出来的影子只有轮廓，看得见形状，看不清是谁。我们给这个状态取个名字，暗镜。暗镜看得见形状，看不见日期，所以他能说出和雷根那次一样，却说不出哪一天；能说出一场花的舞，却说不出是哪个团、哪座城市、哪一年。暗镜也解释了高脚屋为什么特别，因为在暗镜里最容易留下来的是形状，而不是意义。柱子、斜坡、离地的木屋，这是形状，它不是他解读出来的，是他看见的。而形状是最难用事后填空题去填的东西。还有一件事我们一直没讲，现在讲刚好。这个梦在帕克自己的体系里其实是个异类，他反复说过，他的主力是听，不是看。讯息是念头，是句子，是没头没尾的一句话。他甚至说过，真正的画面对他来说是稀客。可这个梦完全不是那样，这个梦是走的，有触觉，有动作，有空间关系，泥的粘，斜坡的爬，屋里的视角，整段是一个人用脚走出来的，不是一句话砸下来的。换句话说，在他40年的记录里，这种质地的东西并不常出现。一个以听为主的人忽然收到一段完整的走，然后把它记了10年不解读，你可以说这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归类，所以只好原封不动放着。也可以说这正是最好编的一种，因为画面越完整越像小说。二种说法都通，这就是这件事最让人抓不住的地方。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花之舞回到故土生根这条线已经走顺的时候，2026年给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讯号。那个团2006年在纽约成立，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世界巡演。照理说，这一年应该是最顺的一年，实际上不是。相关报道指出，这个团在全球巡演期间累计收到超过150次匿名炸弹威胁。2026年4月，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在接到威胁后取消了剩下的6场演出，而警方判定那些威胁并不可信。6场不是6分钟，是6场，整个档期砍掉。2个月后又反转，2026年6月26日到28日，该团重返多伦多四季剧院，补上4场，把20周年的行程接了回来。2026年7月10日，由美国国会议员公开表示，跨国镇压与造谣行动已经是国安层级的问题，呼吁加强调查，追究法律责任。主办方与相关报道把这些威胁指向中共方面，这部分属于指控，未经法院认定，我们照原样标明。同一年，这个团在台湾也有巡演行程，台湾戏曲中心的节目表上排得清清楚楚，150次。这个数字我们再念一次，一个演出团体20年里累计收到超过150次匿名炸弹威胁，平均下来1年7、8次，而警方的判定是不可信，意思是没有实际装置，目的就是让场馆取消。这种操作的逻辑很简单，不用炸，只要让剧院怕，剧院一怕，票就退了，档期就没了。多伦多那6场就是这样没的，然后2个月后又补回来4场，这一来一回就是2026年这件事的整个缩影。挡得住一次，挡不住第二次，但也回得来一部分，回不来全部。再说一次，把威胁指向特定方面的说法属于指控，未经法院认定，我们只转述，不下判断。现在把这些东西放回梦里。帕克那个比喻是花开完，种子被风吹散到世界各地，最后回到故土，重新扎根。
2026年的现实是，种子确实吹散到世界各地了。20周年全球巡演，这前半段对上了，但回到故土重新扎根，这后半段不但没有靠近，反而在往反方向跑，连在多伦多演一场都要先过一次炸弹威胁，遑论回去。所以第5格那句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到2026年8月为止仍然是空的。我们把对账单再拉一次，这次拉慢一点。烂泥对上了，而且对得太好，好到有点便宜。因为经济不好是一种连续状态，不是一个事件，连续状态永远比事件容易命中。花之舞对上了，有日期，有地点，有事前3个月公开的下注，有现场记者，这一格最硬，硬到连批评方都只能质疑匹配标准，没办法质疑时间顺序。老头半格能对，但象征性太强，换谁来都能对。那句话空住，而且是永远可以继续空住的那种空。高脚屋空住，而且是完全没人碰过的那种空。你发现这张单子的奇怪之处了吗？对得最漂亮的那一格是他自己下注的那一格，空得最彻底的那一格是他从来没解释过的那一格。而且再回想一次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预言只是他工作里最浅的一层。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我们今天做的整件事，盘点命中率，拉时间轴，亮3把尺，全都停在他所谓的最浅那一层。真正深的那一层，他说是2个问题：人死了以后还在不在？人活着的时候该往哪儿去？而他自己给第2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段道理，是一栋房子。一个人如果要编故事，他会编一个容易对上的细节，不会编一个10年都对不上，还被自己反复讲出来提醒大家的细节，留着一根对不上的柱子在那里，对造神没有任何好处。当然，反方也有一个很干脆的回答：梦本来就会生出一堆无意义的细节，高脚屋可能什么都不是，就是大脑随机生成的背景板，硬要它有意义，那才是事后填空题的另一种版本，只是换成我们自己在填。这个回答我们没办法反驳，也不打算反驳。不过我们自己还是去查了一圈，查的就是这个问题：世界上什么地方会有这种房子？答案其实不难找，用柱子把整栋木屋架离地面，下面留空，靠一道斜坡或木梯上去。这种盖法在东南亚的湿地与河岸很常见，中文一般叫高脚屋。而在中国，同样的逻辑有另一个名字，吊脚楼。湘西、贵州、渝东南一带的山区与河谷，这种房子是几百年的老做法，地不平，地潮，要防水防虫，于是把房子撑起来，下面架空，上面住人，门口一道斜的木阶。各位，这件事很有意思，也很尴尬。有意思的是，帕克梦里那栋房子在建筑类型上最接近的现实对应物不在英格兰，不在纽约，就在中国的西南山区。尴尬的是，这反而让已经对上这件事更站不住脚。因为如果高脚屋真的是实物，那它指向的地点是一片山区村寨，而不是一间海边的老剧院。2025年2月12日那一晚，对上的是屋子里的舞，不是屋子本身。而如果高脚屋只是梦的随机背景，那我们刚刚这一整段考据就是自己在做事后填空题，只是填的比较文雅。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我的判断是，这一格现在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只能算还没到。而一个11年的对账单里，能有一格保持还没到，本身就是这件事还没结束的证据。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只能到这里为止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问过：高脚屋要怎样才算对上？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否则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两边都会各说各话。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标准立在这里，立得越硬越好。第一种算法，出现一场实际发生在架空木屋里，或以架空木屋为主要场景的演出，而且是同一支舞，这是最严格的一种，也最不可能。第二种算法，那支舞真的回到中国西南那一带的山区演出，门口有斜坡，房子架在柱子上，这一种帕克自己那个种子回到故土扎根的比喻刚好能接上。第三种算法，整件事根本不是实物，高脚屋是一个状态的比喻，站在泥上面，但脚不沾泥。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一种在烂泥之上却不被烂泥吞掉的局面，那这一格就算象征性对上。三种算法难度从高到低，而我要提醒一件事，第三种最容易对上，
也最没有价值，因为它已经回到事后填空题的地盘了，只要肯解读，永远对得上。所以真正值钱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它们的共同点是都需要一个实体的架空的要爬上去的房子。到2026年8月为止，这二种一种都没有发生。而立完标准之后，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冒出来，如果高脚屋是实物，那按照梦里的顺序，它应该在那支舞之前出现，不是之后。它是先走泥再爬坡，最后才看见舞。可现实给我们的顺序是舞先来了，这代表二件事之一，要么这个梦的顺序不是时间顺序，只是空间顺序，那我们用时间去对格子本身就对错了；要么2025年2月那一晚看到的根本不是梦里那场舞，只是一场很像的。你信哪一个？我的答案是我倾向前者，但我没有证据，因为梦这种东西本来就不保证按年份排队。他自己也说过，暗镜里没有日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连顺序都可以放宽，那我们刚刚立的那3把尺也就跟着松了一格。这就是做这类题目最诚实也最不讨喜的地方，每往前推一步，手上的尺就短一截。所以到最后，这件事其实不是准不准的问题，是还没完的问题。一个梦5个格子，等了10年。2025年2月12日对上一格，2026年上半年把烂泥那格填满，然后停在那里不动了。回头看，最让人不舒服的其实不是准或不准，是那条线绕得太完整。一片几千年前的叶子上写着黄金时代，一个10年前的梦里站着一位老头，一个2025年2月的晚上，妻子在散场前后说出黄金时代这4个字。如果这是设计，设计得太久了，久到不划算；如果这不是设计，那就得回答另一个问题，一段跨越11年的东西是怎么在同一个晚上收拢的？两边都不好回答，所以我们只把时间、地点、原话摆出来，判断留给各位。而不管你站哪一边，有一件事是双方都同意的，这个梦还没走完。而帕克本人到今天为止讲这个梦还是老样子，泥巴就是泥巴，花就是花，他不加油添醋，也不肯多解释一个字。那栋木头房子还在梦里站着，柱子撑着离开泥面，斜坡搭到门口，门是开的。没有人查出伯恩茅斯有这样一栋建筑，也没有人在任何一份舞台布景清单里找到它。从2015年那本书到2026年8月，这11年里他被问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只是把那个样子再描述一遍，木头的，架起来的，要爬上去的，没有解释，没有加码，也没有改口。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片泥并不是背景，是必经的路，那栋房子也不是布景，是他真的走进去过的地方。他先走完泥，才爬上斜坡，最后才看见屋里的舞。现实的顺序到目前为止是反过来的，舞先出现了，泥还在脚下，房子连影子都没有，一片走不完的泥，一道要爬的斜坡，一栋不站在地上的房子。前面那片泥我们正在走，门里那支舞2025年2月已经有人替我们看过了，中间那栋高脚屋还没有人走到。2026年8月，天空会连续出现2个罕见的画面。8月12日，一场日全食横扫北半球，月亮的影子从北极出发，一路压过格陵兰、冰岛，最后停在西班牙的黄昏里。16天之后，8月28日，一轮月全食接着登场，满月将在地球的影子里转成暗红色，也就是俗称的血月。日食不稀奇，月食也不稀奇，天文学家每年都能算出好几场，但这2场挤在同一个月，前后只隔16天，日与月接连变色，在古籍的记载里，从来就不是一句自然现象可以带过的事。中国的史官会把它写进灾异志，一笔一笔记下当时的朝局，帝王会为他下罪己诏，昭告天下，说是自己失德，才让上天示警。这套逻辑运转了2000年，直到今天还埋在整个东亚的集体记忆底层。巧的是，就在这个双十之年，英国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过去几个月的直播里反复把8月挂在嘴边，他谈时局，谈冲突，谈经济，时间点绕来绕去，最后常常绕回同一个月份。另一位在预言圈被大量转述的普莱，时间线压得比较晚，但把2个人的说法摊开来比对，会
会发现一段奇怪的重叠带。所以问题来了，天象是巧合，还是时间线真的在收拢？今天做一件事，把3条时间线摊在桌上，逐一对账。第一条是天文的，日食与月食的精确日期、可见范围，这部分是应事实，误差以秒计算。第二条是历史的，过去日月同月接连亏食的年份，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全部用公开记录核对。第三条是预言的，帕克说了什么，普莱说了什么，还有谁指向同一个窗口，一律用转述呈现，不加油添醋。3条线各自独立，各自都有解释空间，但把它们叠在一起，有几个日期会重复出现，其中有一天落在16天窗口的正中央，而且跟台海的一段历史准确对上，准到让人不太舒服。这个交叉点放在最后揭晓，先从天上开始。日全食说穿了是一场精准的排队，月球走到太阳和地球的正中间，三者连成一直线，月球的影子投在地球表面，影子扫过的那条窄带里，白天会在几分钟内变成黑夜，太阳被完全遮住的区域叫全食带，通常只有100-200公里宽。站在带内，看得到平常完全看不见的日冕，气温会明显下降，地平线四周泛出诡异的晨光，鸟类归巢，路灯自动亮起。站在带外，只能看到太阳缺了一角。全食与偏食是2种完全不同等级的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日全食总能在路径经过的土地上留下集体记忆。2026年8月12日这一场全食带从北极圈附近出发，掠过格陵兰西部与冰岛，再往南切近伊比利半岛、西班牙北部的城市，会在傍晚时分看到太阳整个熄灭，全食最长持续2分多钟。对欧洲大陆来说，这是1999年8月11日之后第一次在本土看到日全食，中间隔了整整27年。上一次欧洲人集体抬头看天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天，这一次又轮到8月。台湾看不到这场日食的本体，但看得到它掀起的全球新闻声量，这点后面会再回来讲。顺带记一笔日食的家族学，日食有周期，叫沙罗周期，同一家族的日食每隔18年又11天回归一次，路径逐次移动。1999年横扫欧洲的那一场，18年后回归成2017年8月21日横贯全美的美国大日食。再过18年，2035年9月，它的下一次回归，全时代将扫过东亚，包括中国华北的人口稠密区。换句话说，从1999到2017再到2035，同一道影子正沿着地球表面一步一步往东亚走。2026年这场属于另一个家族，但他把日食与大事的话题重新炒热之后，2035年那道排定要压过华北的影子，迟早会被翻出来讲，这是后话，先按下。月全食的逻辑刚好相反，这次换成地球站在中间，太阳、地球、月球连成一线，地球的影子罩住整个月面，月亮不会消失，因为地球的大气层会把阳光折射进影子里，波长较长的红光穿透力最强，于是满月变成暗红色、铜色，甚至接近锈血的颜色。古人叫它血月，天文学家叫它月全食，讲的是同一件事。2026年8月28日这一场，最佳观测区在美洲、欧洲与非洲，台湾不在完整可见的范围内，但可以想见，当天红色的月面照片会刷遍全球社群，跟16天前那颗黑色的太阳剪在同一支影片里。这里先把科学的话说完整，日食与月食会成对出现，不是巧合，是几何。月球轨道和地球绕日轨道之间有一个约5度的夹角，只有当太阳、地球、月球刚好都靠近轨道焦点的时候，食才会发生。这段时间叫食季，每年大约有2次，每次持续1个多月。食季一旦打开，新月的位置会发生日食，满月的位置会发生月食，前后相隔约14到16天。所以严格讲，日月接连亏食本身是天体力学的常态，但常态里有集聚，2场食都达到深度等级，又挤在同一个月份，可见范围又刚好覆盖人口稠密区，这几个条件同时成立的年份，翻开时的目录
一个世纪数得出来的次数并不多。天文学家看到的是轨道，古人看到的是另一回事。而古人怎么看，直接决定了接下来2000年帝国如何面对这样的天空。在中国的官方史书里，天象从来不是科学栏目，是政治栏目。24史里专门有一类篇章，叫五行志或者天文志、灾异志，日食、月食、彗星、荧惑守心全部登记在案，旁边注记当年的朝局，哪个权臣当道，哪场兵祸将起，哪位皇帝驾崩。史官的逻辑很直接，天人感应，天子是天的儿子，天空出状况就是对人间的警告。日食在这套系统里分量最重，太阳代表君主，代表阳；月亮代表臣子，代表阴。日食是阴亲阳，是臣临君，是最高权力出现裂缝的信号。所以每逢日食，朝廷要举行救护仪式，天子避正殿，剪长扇，官员穿素服，伐鼓于朝，象征性的把太阳从阴影里救回来。这不是民间迷信，是写进礼制的国家仪式，由太史局、钦天监这种正式编制的机构执行。失职的天文官是要问罪的，罪己诏的传统也跟日食直接挂钩。汉文帝在位期间发生日食，他下诏自责，大意是说上天生育万民，为他们设立君主，君主若失德，政令若不平，上天就用天象来谴责告诫。如今出现日食，还有什么灾异比这更大？这份诏书成了后世的模板。往后2000年日食之后下诏自省，广求直言，大赦天下成了帝王的标准动作。做不做得真心是一回事，但完全不做，史官会记下来，后世会拿来评价这个皇帝。那日月并时呢？同一个月里，太阳和月亮接连出状况，在灾异的分级里属于加重项。最早的文本证据可以推到《诗经》里的一首诗，写周朝末年的天变。诗里先讲月食，再讲日食，大意是月亮亏食还算常见，太阳也跟着亏食，这就大大的不祥了。同一首诗接着写闪电、地震、山崩，把天上与地下的异象串成一张清单，指向朝政的败坏。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月食之后紧接日食就已经被当成一组加强版的警讯来书写。历代战书对这类组合的解读大意不脱几类：兵起、大丧、易主、水旱。讲白了，就是把一个王朝最怕的几件事全部列在同一张纸上。这套灾异心态不是古书里的化石，它有一次离现在很近的大规模发作。1976年，那年3月8日，吉林降下罕见的陨石雨，最大的一块重达1700多公斤，砸出的坑洞轰动全国，民间立刻议论纷纷，说天降一时，主大人物有变。接下来的时间线让这个说法在整整一代中国人心里封了神。那一年的1月，周恩来去世；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官方数字24万多人罹难；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年之内，陨石雨、大地震，3位最高层人物接连离世。官方的无神论宣传压不住街头巷尾的耳语。从科学上讲，陨石与地震与人的寿命毫无关联，纯属时间上的巧合。但1976年证明了一件事，灾异解读的心理结构并没有随着地质结束而消失，它只是转入地下，等下一次天象够大，时局够紧的时候重新浮上来。2026年的双十很可能就是它最新的浮出点。西方的传统另有一条线，指向的意象更具体，血月。希伯来先知书里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约珥书写道，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后面接的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这段文字让月全食的红色在整个基督教文明里跟末日审判绑在一起。新约里也重复引用了同一个意象。这种恐惧有多好用？历史上有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实测案例。1504年，哥伦布第4次航行美洲，船队搁浅在牙买加，被困将近1年。当地原住民后来拒绝再供应粮食。哥伦布手上有一本天文历表，查到2月底会有一场月全食，于是他放话，他的神对原住民的怠慢非常愤怒，
将让月亮升起时燃烧变红，作为惩罚的预告。月食当晚，红月准时出现，原住民大惊，哥伦布假意入舱向神求情，掐着全食结束的时间走出来，宣布神已息怒，月亮随即复原，粮食供应恢复，船队撑到了救援。这个故事说明二件事：血月的恐惧是跨文化的，连没读过约珥书的族群都会被镇住，而掌握天文年历的人，从500年前就懂得把天象换算成权力。回到近代，2014年前后，美国有牧师拿连续4次血月做文章，写成畅销书，讲的就是这套末世时间表。这件事后面对血月账的时候会细讲，东方看日食，怕的是朝廷出事；西方看血月，怕的是末日将至。两套系统隔着欧亚大陆，各自运转了上千年，却在2026年8月被同一片天空前后触发。问题是，这套古老的恐惧对得过账吗？过去真的有日月同月接连亏时，然后人间真的出大事的年份吗？有，而且不用翻太远，就在很多人的记忆范围之内。第一轮对账对4个年份：1914、1991、1999、2008，全部用公开的历史记录核对，日期精确到天。先看1914年，那年8月21日，一场日全食横过北欧与东欧，全食带扫过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一路压向黑海方向。而那个8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第1个月。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初，德国、俄国、法国、英国接连卷入。8月21日，月影扫过东欧的时候，下方的土地上，德军正在比利时推进，东线的俄军刚刚越境。当时欧洲的报刊把这场10根战争写在同一个版面上，前线的士兵在阵地边看着太阳变黑。对账结果讲清楚，日食没有引发战争，战争在食之前就开打了，但那次日食成了整个世代的记忆坐标。后世提到1914年8月，常会提到那颗变黑的太阳，仿佛天空替那个月份盖了章。再看1991年，那年7月11日，日全食，全食带从夏威夷外海进入墨西哥，再切过中美洲，墨西哥城数百万人在正午看着太阳熄灭，全食持续将近7分钟，是20世纪数1数2长的日全食，后来被称为墨西哥大日食。15天后，7月26日，月偏食接着出现，然后月食之后第24天，8月19日，莫斯科发生政变，苏共强硬派软禁戈巴契夫，坦克开进红场，这就是819政变。政变3天崩溃，但苏联的权威跟着崩了。4个月后，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一个统治了69年的超级大国，在双十出现的那一年落幕。对账结果，政变的火药是苏联内部积累多年的矛盾，跟天象无关。但如果拿古书的框架来套，日月接连亏时，其后大国易主，这个剧本在意志里写过太多次。第3个年份，1999，这一年对台湾来说重量完全不同。1999年7月28日，月偏食，14天后8月11日，日全食横扫欧洲，从英国康瓦尔、法国北部、德国南部，一路到土耳其、伊朗、印度。这是20世纪最后一场大日食，又因为诺斯特拉达姆斯那句被翻译成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的预言诗，全世界的媒体整整炒作了1年。8月11日当天，什么都没发生，嘲笑预言的社论都还没写完。6天后，8月17日，土耳其伊兹米特发生规模 7.6 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17000人。重灾区恰好落在几天前全时代经过的走廊上。又过了35天，9月21日凌晨1点47分，台湾南投发生921大地震，2400多人罹难，全岛停电，中部山河变色，日食、月食2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全部挤在同一个夏天。对账结果，没有任何科学机制能把时和地震连起来，这一点必须说死。地震是板块应力累积的结果，跟月影无关。但1999年的时间线就摆在那里，双十窗口关闭之后6周内，欧亚板块的两端接连断裂。第4个年份，2008，
这一年的双十跟中国直接相关。8月1日，日全食，全时带从加拿大北部、西伯利亚切进中国新疆、甘肃，在华北上空结束。中国古书最忌讳的实践于境内，就是这个格局。15天后，8月16日，月偏食，而夹在两场时政中间的日子是哪一天？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全中国的目光都在鸟巢上空的烟火。就在同一个晚上，俄罗斯军队开进乔治亚，俄侨战争开打。这是苏联解体后俄军第一次跨境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奥运的烟火和南奥塞提亚的炮火发生在同一夜，日食之后第7天，月食之前第8天，正好在双十窗口的正中央。窗口关闭之后再过30天，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全球金融海啸开始。对账结果，2008年的双十窗口前后60天内包住了一场战争的开端和一场金融危机的引信。4个年份对完，先讲清楚立场。样本只有4个，这不是统计，是叙事。世界大战、政变、大地震、金融海啸，每一件都有自己完整的因果链，跟头顶的影子无关。但这一轮对账至少确认了一件事：日月双十的年份不保证出事，可是真出事的时候，事件有一种挤进窗口前后的倾向，或者说人类的记忆有一种把它们摆进同一格的倾向。是天在排程，还是人在对号入座？这个问题先挂着，因为接下来要对的线不是历史，是一个还活着的人在镜头前反复讲的那个月份。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人，职业灵媒，同时是作家，常年经营通灵与解梦的网站，太太也是灵媒。他真正在华语圈出名，靠的是2件事。2016年，他在投票前公开表示川普会当选，那一年几乎所有主流民调都压克林顿。同一年，他也压中英国脱欧公投会通过。这2笔记录让他的频道订阅暴涨，此后每年年底发布隔年预测，成了预言圈的固定节目。华语自媒体也长期翻译搬运他的内容。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帕克的预测是大量发布的，一年几10条，范围从政局、灾害到名人动态都有。说中的会被剪出来反复传播，没说中的自然沉底。这是所有预言者共同的结构性问题。对账的时候必须先把这个底扣掉。所以以下整理他的说法，只做2件事：记录他讲过什么时间、什么方向，不替他补细节，也不替他圆场。对账他的过往记录，2面都得摆。说中的那一面，除了2016年的川普与脱欧，他的支持者还列出过若干对灾害与政局的命中清单，很长，真伪掺杂。没说中的那一面同样具体。2020年美国大选，他压的是川普连任，结果拜登当选，这是一笔清清楚楚、剪辑不掉的失手。此外，他历年的预测里，大量条目写得太模糊，到了年底连对错都无从判定。把这份成绩单摊开，结论很中性。帕克不是神，也不是纯粹的骗子，他是一个命中率有起有落，但叙事能力极强的预言表演者。正因为如此，对他的说法，合理的态度不是信或不信，而是记录、标记时间，然后等日期到了回头核对。这也是接下来处理他8月说法的唯一方式。过去几个月，帕克在直播和影片里谈2026年的局势，有几个反复出现的元素。第一个是时间，他多次把敏感期放在夏季的尾端，讲到具体月份时，8月出现的频率明显偏高，大意是那段时间会有一波让市场和媒体同时紧张起来的事件，性质上跟军事动作和经济震荡都沾边。第二个是地理，他谈亚太的比重在增加，台海与南海的字眼近期常被观众在直播里点名询问，他的回答大意是局势会升温，会出现展示力量的动作，但他同时多次强调，他看到的画面比较像对峙和威吓，不是全面开战。第三个是经济，他提过秋天前后金融市场会有一段剧烈波动，时间描述横跨8月到10月，跟利率、债务这类字眼绑在一起。必须再强调一次，以上是转述加归纳，不是逐字引用。帕克的表达方式本来就是印象式的，一段直播里时间线经常跳动，同一件事在不同影片里的讲法会有出入。
把他的说法定死到某一天的是剪辑的人，不是他本人。但有一点可以核对，而且是硬事实，他反复提到的那个月份跟2026年天文年历上的双十窗口是同一个月。帕克本人也被观众问过日食的事，他的回应大意是：天象本身不制造事件，但重大天象前后，集体情绪会被放大，而情绪放大的时期，决策者容易做出激烈的决定。这个说法妙就妙在，它不需要任何超自然机制，也能自圆其说。群众心理学家大概也会点头。一个人反复讲8月可以是巧合，也可以是他同样看过天文年历，所以需要第二个坐标，一条跟帕克路数完全不同的线。预言圈里的另一个名字普莱，他的时间表压的不是8月。普莱的背景跟帕克不一样，帕克走的是传统灵媒路线，普莱在圈内被归类为异梦型，内容以描述梦境和意象为主，细节留白，再由观众自行对号实事。他被华语圈大量转述的说法里，跟2026年相关的部分时间坐标比帕克晚。普莱的说法是，真正的大事件落在秋天之后。他描述过的画面大意是先有海上的对峙和封锁式的动作，再有金融层面的连锁反应，顺序上是军事在前，经济在后。他讲到季节时用的字眼多半是入秋、深秋，换算成月份大约是9月到11月。值得记录的是，普莱的转述版本里几乎没有出现过8月这个字眼，他的时间感是往后靠的。也就是说，帕克与普莱并不是互相抄袭的同一个声音，而是2条独立的线，一条停在夏末，一条从秋天开始，这反而让两线交界的那几天变得更值得标记。除了这2人，预言圈还有第3类声音，时间压得更精确，直接指向11月，而且理由跟超自然无关，是政治日历2026年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这一派的逻辑是，选前的华盛顿最需要展现对外强硬，北京则会研判美国内部最分心的时刻，所以窗口不在天上，在选举倒数的那几周。3种说法摆在一起，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结构。帕克的8月，普莱的深秋，政治派的11月初，3段时间本来互不隶属，但头尾相连。8月12日双十窗口打开，8月28日血月收尾，9月入秋。10月深秋，11月3日投票，从仲夏到期中选举，一条没有断点的走廊，把每个说法的模糊区间画出来。重叠最后的地方有2块，第一块是8月下旬到9月上旬，帕克的尾巴压着普莱的开头；第2块是10月底到11月初，普莱的尾巴压着政治日历的投票日。这里得再泼一次冷水，预言的模糊性本身就会制造重叠。把任何3个模糊区间丢进同一年，都叠得出交集，这是数学，不是天机。真正有鉴别度的，不是预言跟预言的重叠，而是预言跟不会移动的日期的重叠。天文日期不会动，选举日不会动，还有一类日期也不会动，现实世界的日程表。不过，在把日程表摊开之前，先停一下，让反方把话讲完。这一段是整场对仗里不能跳过的部分。反方的第一个质疑来自天文学，实际每年2次，每次实际几乎都会同时出现日食和月食。所谓日月同月双食，根本是天体力学的家常便饭，平均下来每1-2年就能碰上一次条件类似的组合。拿家常便饭当末日警报，是对天文年历的滥用。这个质疑成立。前面也讲过，双十是几何，不是神迹。能回应的只有一点，这次的特殊性不在双十本身，而在于2场时的等级、可见范围，以及它们跟人间日程表的重叠密度。是重叠，不是天象，构成了这次对仗的题目。反方的第2个质疑来自统计，全球每天都在发生大事，战争、地震、金融震荡、政要死亡。一年365天摊开，任选连续16天，几乎都能在历史上找到落在其中的重大事件。用窗口去捞事件，永远捞得到。这叫射箭之后才画靶，这个质疑也成立。所以前面每一轮对仗都刻意把相关不等于因果写进结论里，而且把1914年战争先于日食爆发这种不利于叙事的细节原样保留，不做修饰。对仗的目的不是证明天象灵验，
是检查记忆有没有造假。反方的第三个质疑来自对预言产业的整体不信任。帕克也好，普莱也好，靠流量生存讲得越惊悚，观看数越高，他们有充分的动机把时间线讲得暧昧，把灾难讲得华丽。这个质疑依然成立，而且这里直接承认预言内容在这次对仗里的角色不是证据，是样本。他们是人类在双十之年会产生什么集体想象的第一手样本。把样本当证据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不是这次对仗的立场。反方的第四个质疑最尖锐，做这种盘点本身就是在放大恐慌。回应是，恐慌来自未知，不来自日历。把日期、惯例、历史记录一条一条摊开，恰恰是把模糊的恐惧换算成可以核对的清单。看到最后就会发现，8月不再是预言家嘴里的一团黑雾，而是一张标好记号的行事历。这是对仗的价值所在。4个质疑，4个回应，全部记录在案。反方的话讲完了，桌面清空。所以下一步，把2026年8月到11月台海周边排定好的以及惯例上会发生的事全部摊出来。这一摊开，有几个日期会让人坐直。先看军事惯例，8月在解放军的年历上本来就是演训高峰，原因很实际，上半年的训练成果要验收，而且8月1日是建军节，惯例上前后常有大动作。历史上几次台海最紧张的时刻也都落在这个月份。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开打，数十万发炮弹在44天内落在金门，这是台海迄今规模最大的实战。1995年夏天，李登辉访美之后，解放军在7月与8月接连对台湾外海试射飞弹，台海飞弹危机的第一阶段就在8月。2022年8月，裴洛西访台，解放军发动围台军演，弹道飞弹第一次飞越台湾上空。还有一个日期不能漏，8月15日，二战终战纪念日。东京与北京每年在这一天隔空过招，靖国神社的参拜名单是北京必然反应的敏感点。而2026年的8月15日，落在日食之后第3天，正好在双十窗口之内。8月在台海与东亚的历史里是有前科的月份。而2026年的8月23日，823炮战68周年落在哪里？8月12日日食之后第11天，8月28日血月之前第5天，双十窗口的正中央。再看政治日历，中共高层有2个夏秋惯例。第一个是北戴河，每年7月底8月初，现任与退休的高层在北戴河休假间议事，会期不公开，但惯例上8月中旬前后结束。散会之后，秋天的政治议程才正式启动。第二个是秋季中央全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惯例在秋季召开，人事、路线、重大决策都在这个场子定调。也就是说，8月中旬到深秋是中共每年权力运转最密集的一段，双十窗口的后半段正好插在北戴河散会与秋季全会之间的过渡期。第3条是经济日程，中国的月度经济数据惯例在4月中旬公布，8月中旬公布7月数据，9月中旬公布8月数据，内容包括出口、房地产投资、青年失业率。过去2-3年，这几项数字每次公布都牵动市场神经，数字太难看的时候，甚至出现过暂停发布的潜力。8月12日到28日的窗口里，正好卡着一次数据公布日。如果数字难看，市场的反应会跟天上的异象叠在同一周的新闻里。第4条，自然变数。8月下旬到9月是西太平洋台风季的最高峰。台风本身不是地缘事件，但它会改变军演的排程，改变海峡的通航，也会在灾损严重时改变政府的议程。历史上多次演训因台风延后或调整，这是任何推演都必须保留的随机项。最后把美国放进来。2026年11月3日期中选举，选前3个月，也就是8月起，就是华盛顿的竞选热季。对华政策从来都是期中选举的考题。军舰过航台海，对台军售宣布，国会议员访台，这类动作在选季出现的频率历史上高于平时，而北京的每一步也都会把美国的选举倒数计算进去。这里还有一笔日程值得记上，2026年的 APEC 峰会轮到中国主办，地点定在深圳，
时间惯例落在秋末，跟美国期中选举靠得很近。北京要办一场面子等级的国际峰会，这对窗口期的军事动作反而是一脚刹车。至少在峰会之前，北京有维持局面的动机。这个变数倾向把大动作往更晚的时间推。把这5条摊开，结论已经浮出一半。就算完全不管天象，不管预言，2026年8月中到11月初，本来就是排满引信的一段天文的窗口，只是刚好照在上面。是刚好吗？先别急着下结论，血月的账还有一轮没对，第2轮对账，专门对血月，这一次不对单一年份，对的是一种排列，血月出现的年份跟地缘政治大事录之间的距离。先对2014到2015，那2年出现罕见的连环4血月，天文学上叫月全食4连发。2014年4月、10月，2015年4月、9月，连续4次满月变红，中间没有夹杂偏食或半影食。美国牧师约翰哈吉拿这个现象写书，说4血月是以色列与世界巨变的信号，书迈进畅销榜，教会圈疯传。而那2年的现实世界，2014年3月，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2014年6月，ISIS 宣布建立哈里发国；2014年7月17日，马航 MH17 客机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然后是2015年9月28日，4连发的最后一次，同时撞上超级月亮，媒体称为超级血月。2天后，9月30日，俄罗斯正式开始空袭叙利亚。这是冷战结束后，俄军第一次大规模跨出前苏联地区作战，最后一颗血月落下，48小时内俄军参战。再对2018年7月27日，那是21世纪至今持续时间最长的月全食，全食阶段长达103分钟，台湾当晚清晰可见。那一年，美中贸易战开打，7月6日第一轮关税生效，血月升起的时候，正是2大经济体互争关税的第1个月。往后数年的科技战、脱钩、供应链重组，起点都在那个夏天。第3组，2022年，这一年有2次月全食。5月16日第一次，俄乌战争进入第3个月，马利波围城战接近尾声。11月8日第2次，这个日期值得放慢讲。2022年11月8日，美国期中选举投票日，而那一天，美国西岸在清晨，台湾在傍晚，都看得到完整的血月。台北的夜空还同场上演了罕见的月掩天王星，红色的月面把一颗行星藏到了背后。投票日撞上月全食，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的第1次。天文机构算过，下一次投票日血月要等到2394年，也就是说，上一届美国期中选举是几百年一遇的血月下投票，而2026年这一届的投票日11月3日，距离8月28日的血月只隔67天。对完3组，把统计的底牌掀开，明说月全食平均每1-2年就会出现一次，几乎可以说年年有月食。地缘冲突同样年年有，把任何天象跟任何大事并列，永远找得到对应，这叫取样偏误。相关不等于因果，这2句话必须钉在这一轮对仗的最上方。但这一轮真正要看的不是有没有大事，而是节奏。2015年，血月与俄军参战隔48小时；2018年，血月落在贸易战开打的第1个月；2022年，血月直接压在投票日上。事件不是散落在血月年份的随机角落，而是一次比一次贴近血月本身的日期。这当然可能只是叙事的错觉，人脑是找模式的机器，找不到模式也会硬造一个，这是认知科学反复证明过的事。但假设只是假设，这个收拢的节奏是真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2026年8月28日的血月，它贴住的日期是哪些？答案就是最后这段要接的账。3条时间线现在可以合并了，把3条线叠起来。第1条，天文线不会动的日期，8月12日日全食，8月28日月全食，中间16天。第2条，历史与日程线，8月1日建军节，8月上中旬北戴河会期，8月中旬7月份经济数据公布，8月23日823炮战68周年，8月底台风季高峰，9月中旬8月份数据公布，秋季中央全会惯例窗口，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
第3条，预言线全部转述。帕克反复指向8月，性质是军事威吓加市场震荡，不是全面战争。普莱指向入秋之后，顺序是海上对峙在前，金融连锁在后。政治派压选前倒数几周，叠图的结果交叉点不是一天，是2个窗口。第一个窗口8月23日到9月上旬，理由是它同时满足最多条线。天文上，它包住雪月前后；历史上，它踩着823的纪念日，也踩着北戴河散会后的议程启动期。数据上，它涵盖一次经济数据公布；预言上，它是帕克的8月尾巴与普莱的入秋开头重叠最后的地方。回头看历史对仗，2008年的战争爆发在双十正中央，1991年的政变在月食后24天，1999年的2场地震在窗口关闭后6周内。如果2026年真有一段新闻跑马灯变红的日子，各条线共同指向的就是这10几天。第2个窗口10月下旬到11月3日，理由有3。秋季全会惯例上在这之前召开完毕，北京的路线与人事已经定调，对外动作的内部约束变小，华盛顿进入投票倒数，行政部门最需要强硬姿态，也最无暇他顾。普莱的深秋与政治派的选前说法在此合流，而2022年那颗压在投票日上的血月，让期中选举这个日期在预言圈的叙事里自带回声。2个窗口，一个含住双十的中段与尾端，一个在10后67天。这就是3条线全部摊开之后，桌上剩下的东西。再讲，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之前，先把如果发生的样子推演清楚。根据前面所有对仗，窗口内若真的出事，最可能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以下3种样态的其中一种。情境 A， 升级版的围台军演，对仗的模板是2022年8月，一个政治事件当引信，接着是围岛、飞弹、禁航区。2026年的引信候选很多，选季里华盛顿的动作，8月密集的纪念日，一次高调的访问，都够格。若走这个剧本，时间点大几率贴着8月下旬的纪念日与9月的数据公布，画面会很吓人，但性质仍是威吓。这也跟帕克对峙而非开战的说法对得上。情境 B， 金融面的连锁反应，对仗的模板是2008年，窗口里先出现一个看似局部的坏消息，30到60天后，系统性的危机引爆。2026年的候选引信是8月中旬与9月中旬的2次数据公布，加上房地产与地方债务的存量问题。若走这个剧本，8月的窗口只是预震，真正的主震落在秋天，这又跟普莱军事在前，金融在后的顺序对得上。情境 C， 擦枪走火，对仗的模板是1914年，没有任何一方想要大战，但军机舰艇高密度对峙的海空域里，一次相撞，一次误判，就可能让连锁反应接管一切。这是几率最低、后果最重的分支，也是所有情境里唯一不挑日子的。它可能发生在窗口内，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把它列出来，不是为了吓人，是为了诚实。历史上真正改变世界的那几次，事前的时间表上往往什么都没写。3个情境，3个历史模板，全部有对仗打底。然后是这次对仗最重要的一段，如果什么都没发生，该怎么解读？第一种解读，预言本来就是错的，这是最简单也最可能的答案。帕克与普莱的说法充满弹性，模糊的时间加上模糊的地理，中了算命中，没中就沉底。这个结构前面已经拆过，如果窗口安静度过，它就再一次证明大量发布加事后剪辑是预言产业真正的引擎。这个结论一点都不丢人，反而是对仗该有的诚实。第2种解读，事件发生了，但不在镁光灯下，历史上很多转折，当下没有画面。1914年8月的报纸头条是战报，没人意识到那个月埋葬的是整个欧洲的旧秩序。2008年8月8日当晚，多数人看的是烟火，不是南奥塞提亚。窗口内若只有一场不起眼的军演，一份难看的数据，一次没谈成的会晤，它究竟是不是引信，往往要再过几年回头看才对得出来。第3种解读，窗口是真的，但被人为的绕开了。决策者也看日历，正因为8月太敏感，纪念日太多，目光太集中，反而可能刻意避开，把动作往后挪。若是如此，
压力不会消失，只会后移，而后移的方向恰好就是第二个窗口。换句话说，8月的安静未必是警报解除，也可能只是把倒数拨慢了2个月，把前面所有内容压缩成一张观察清单，窗口期一天一天核对。8月12日，看欧洲的日食声量，看当天有没有搭着天象放出的政治动作。8月15日，看东京与北京的隔空交锋。8月中旬，看7月份经济数据以及北戴河散会后的人事风向。8月23日，看台海周边的演训动态与纪念日文章的调门。8月28日，看血月当周的市场波动与军机舰艇的活动密度。9月上旬，看8月份数据，对照普莱入秋说法有没有影子。10月，看秋季全会的召开时点与公报用词。11月3日，看开票也看选前最后2周。华盛顿与北京各自的动作清单列完，这次对账的功能就完成了，剩下的是逐格打勾，最后把账合上。2026年8月12日，日全食，27年来第一次横扫欧洲本土。16天后，8月28日，血月，2场时之间夹着建军节后的演训季，北戴河的散会，经济数据的公布日和823炮战68周年。时后67天，美国期中选举投票，帕克的8月，普莱的深秋，政治日历的11月，3条时间线的重叠带落在8月23日到9月上旬，以及10月下旬到11月3日。历史对账的结论是诚实的。1914、1991、1999、2008、2015、2022，双十与血月的年份出过大事，但相关不等于因果。样本不构成统计，天象从来没有制造过任何一发炮弹，真正制造事件的是军演的排程、选举的倒数、数据的好坏和决策者在集体情绪被放大的日子里做出的每一个判断。天象是日历，不是判决书。他唯一确定会做的事是在8月12日让太阳熄灭2分多钟，在8月28日让月亮红1个晚上。至于底下的人间会不会对号入座，答案不在天上。8月23日那一天，值得把新闻打开。9月上旬，值得盯着数据。11月3日，值得看完开票。3条时间线都摊在桌上了，剩下的交给时间对账。伊朗的战火已经持续超过1个月了，这场战争的规模、速度和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你知道吗？有几个人，或者说有几本书，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切。而且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看到的远不只是伊朗，他们看到了伊朗之后的下一个战场，他们看到了一个延续4年的全球大动荡，他们甚至看到了这个动荡的尽头，一个全新世界秩序的诞生。我们先从最近的事情说起，把伊朗战争的来龙去脉完整的梳理一遍。2025年12月，伊朗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导火线是经济困境，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和物价飞涨。示威者甚至提出了更换政权的诉求，规模被认为是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遍及全国超过100个城市。伊朗当局随即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大规模屠杀抗议民众。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时段，外界估算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已达3万到 4.3 万人之间。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武力镇压。1月13日，川普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并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飞弹驱逐舰。2月初，美伊双方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核谈判，美国提出3个条件：永久停止铀浓缩，严格限制弹道飞弹计划，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等组织的支持。谈判没有结果，美国又向中东增派了第2艘福特号航空母舰。然后2月28日，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般的空袭，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斩首战。精准制导武器直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炸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钻入地堡，直接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时被歼灭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
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以及数十名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伊朗整个指挥体系被斩断。3月17日，以色列又在空袭中炸死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他是哈梅内伊的高级安全顾问。伊朗的防空网络在美以战斗机面前形同虚设，川普亲自确认了哈梅内伊的死讯，宣布轰炸将持续1周甚至更长时间。以色列总理也发表声明，说要让伊朗人民摆脱暴政枷锁，但有人说有内鬼，有人终于坐不住了，给美国人通风报信，报告了哈梅内伊的精确位置，里应外合，这才有了如此精准的斩首打击。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而且注意时间点，伊朗方面宣布哈梅内伊死讯的时候，刚好是3月1日。好，记住这个日期，3月1日。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去，倒回到帕克在2025年底坐在他英国家中的书房里，端住咖啡，对着镜头说出预言的那一刻。帕克说了什么？他说2026年3月是伊朗的关键转折点。3月，他的原话是，我们将会看到非常精准的打击，目标直指领导层，同时也会打击剩余的核设施。他特别强调，他感觉不会有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而是空袭和快速行动为主。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他说在打击也门之后会有快速的局势缓和。结果呢，空袭在2月28日开始，3月1日宣布哈梅内伊死亡。帕克说的3月关键点分毫不差，而且确实没有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目前为止都是以空袭为主，虽然有小规模的2栖部队调动，但五角大楼反复强调尚未决定是否发动地面作战。帕克的预言准得令人毛骨悚然，但伊朗也并没有坐以待毙，反击来得迅速而猛烈。伊朗将他的反击行动命名为真诚承诺第4阶段，在几个小时内就向以色列城市和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大量弹道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科威特舒艾巴港的一个美军战术作战中心被无人机击中，6名美国士兵当场阵亡。3月12日，一架美军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6名空军人员死亡。杜拜的美国领事馆被伊朗无人机击中，利雅得的美国大使馆屋顶坍塌，据报其中包括中情局在沙乌地阿拉伯的情报站。3月27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架加油机和一架 E3 空中预警机被毁，12名美军受伤。截至目前，已有13名美军牺牲，超过300名士兵受伤。而伊朗最致命的一招，也是最让全世界头疼的一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狭窄的水道有多重要？全球 20% 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里。伊朗用无人机、水雷和反舰飞弹袭击通过海峡的民用油轮，事实上切断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动脉。3月26日，以军空袭击毙了伊朗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但海峡至今仍未恢复正常通航。油价暴涨，全球航运巨头把中东航线保费调高了 180%， 欧洲化工企业被迫转向更昂贵的美国页岩气，亚洲半导体厂开始疯狂囤积晶圆和化学品，供应链没有彻底崩溃，但已经开始失灵。有媒体人精准形容说，伊朗打出了自己的节奏，这场战争已经从谁打赢变成了谁先撑不住。双海峡压力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局面。能源供应链没有断裂，却已无法正常运作，这比完全中断还危险，因为企业无法预测成本，贸易合约失去稳定性，跨国投资开始撤退。3月30日，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的一个新的、更理智的政权展开谈判，称有重大进展，但他同时威胁，如果谈判失败，就彻底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好，这就是伊朗战争的现况。现在你已经有了完整的背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可能会让你今晚睡不着觉。帕克不只是预言了伊朗，他还描述了伊朗之后的走向。帕克说，伊朗会进入一个过渡期，或者说第2阶段的革命，内部动荡会加剧，但古波斯的精神将被唤醒，终结极端伊斯兰主义带来的黑暗。你们知道吗？伊朗从前不叫伊朗，叫波斯。伊朗人也不是阿拉伯人，
很多海外伊朗人至今仍称自己为波斯人。波斯帝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跟中国一样古老。他们的传统宗教不是极端的伊斯兰教，而是古老的拜火教，就是金庸小说里鼎鼎大名的那个波斯明教，张无忌当过教主的那个。帕克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面，他看到一位神秘的女性领袖将会在混乱之后浮出水面。她不是传统的政治家，而是象征女性力量崛起的化身。帕克形容她有着强烈的艺术家气质，是一位充满灵性的神秘人物，可能有点年纪。他会和一位年轻的男性领袖共同领导过渡期，化解伊朗内部不同信仰之间千年的恩怨。这画面有没有很像金庸笔下的波斯圣女小昭？帕克预言的这位神秘女子会不会是小昭的传人？帕克还看到伊朗人民走上街头，高举象征古波斯帝国的红黄色旗帜，呼唤王权的回归。最终伊朗会建立新政府，走向复兴和民主。而在现实中，美以空袭伊朗之后，海外伊朗侨民确实走上街头庆祝，挥舞着狮子与太阳旗。前国王之子里萨巴列维公开表示，他的过渡政府已准备好接管政权。帕克描述的画面正在成为现实，但是这里才是重点。帕克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让所有在为伊朗欢呼的人瞬间安静下来。他说，伊朗只是序章，真正的风暴眼在中国。伊朗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关于伊朗，它是中美大国博弈棋盘上的关键棋子。中国和伊朗在2021年签署了25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中国承诺在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华为和中兴建设了伊朗大部分电信基础设施，中兴甚至在2010年就植入了监控系统。2026年1月，伊朗镇压抗议时切断网路，靠的就是中国企业打造的监控设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中国已接近达成购买超音速反舰飞弹的协议。中国还向伊朗运送了超过1000吨飞弹推进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说得很直白，中国希望美国和伊朗保持时而谈判、时而有限升级的循环，因为这可以消耗美国在波斯湾的资源，分散美国在印太对抗中国的精力。简单说，就是留着伊朗这个第二战场，美国就没余力管台湾。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话更犀利，通往太平洋之路必经德黑兰。川普可能是第一个看穿这一点的美国总统，把伊朗从棋盘上拿掉，中国就失去了台海危机中最重要的牵制工具。所以帕克对中国到底说了什么？帕克早在2015年出版的《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预言了中俄结盟对抗美国，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11年后，这个预言已经完全成真。而现在，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加具体，也更加惊人。他说，中国近年的军方高层清洗看起来像在巩固权力，但他直觉认为这恰恰是权力结构不稳定的征兆。他反复追问，这些清洗到底是在排除威胁，还是领导者已经在失去控制？他警告说，当权力结构动摇，新上任的军事将领急于建功立业，制造外部敌人就是转移压力最直接的方式，台湾就是最危险的出口。帕克引用印度纳迪叶的预言，认为2026年前对台湾动手的可能性不大，但风险在2027年前后会显著升高。他强调，这不只是单一战争的问题，而是威权体制在经济、政治和权力同时崩塌时的必然反应。中国的经济问题将在2026年引发政治动荡，成为全球焦点。他甚至预言，中国最终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形成多个民主区域的邦联。香港最终独立，中国将回归传统文化，经历深刻的精神觉醒。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11年前说中俄结盟的时候，所有人也觉得匪夷所思。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个预言跟伊朗战争形成了一个恐怖的连锁反应。美国现在把大量军事资源投入中东，航母战斗群从印太调往波斯湾，弹药消耗惊人。美国情报机构3月18日的年度威胁评估表示，中国目前没有2027年前入侵台湾的计划，但专家越来越担心，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军力后，中国反而认为之后的时机更好。美国的拦截飞弹库存正在快速下降，而这些原本是为防卫台湾准备的。台湾政治大学学者指出，伊朗战争持续越久，中国获得的喘息空间越大，让解放军完成改革，并从各场战争中汲取经验。
一旦中国认为能力到位，就不会那么克制了。不过硬币也有另一面，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展示了惊人的军事能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卖给伊朗的防空系统不堪一击。中国的军事专家之前断言不可能全面开战，伊朗半小时灭以色列，结果被现实啪啪打脸，网友嘲讽反助听就对了。这种示范效应对中国的军事冒险冲动也是一种遏制。好，帕克说完了，现在让我们穿越1400年的时空，看看中国自己的千年预言书《推背图》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推背图》是唐朝初年天文学家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预言书，融合了易经、天文、诗词、谜语和图画，从唐朝一路预言到未来，从武则天到安史之乱，从宋元到明清，一路应验，被誉为中华预言第一奇书。抗战时期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看到第39象一招，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就断言抗战会在鸡年胜利。结果1945年乙酉鸡年，日本果然投降。我们重点看第45象。谶语写道：有客西来，至东而止，木火金水，习此大耻。宋语写道：盐运洪开，世界同，金乌隐匿白杨中，从此不敢称雄长，兵器全消，运以终。金圣叹批注：此象于太平之势复见兵戎，当在海洋之上，自此之后更真盛世矣。传统上这一项被解读为二战时美国击败日本，但最近方正先生提出全新解读，认为他精准预言了2026年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背后更深远的地缘政治含义。而且这个解读得到了大量网友的认同和传播，一句一句拆。有客西来，客指外族或外国，美国从西方而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东而止，到了东方就停止。伊朗在美国的东边，暗示这是一场有限度的定点打击，不会无限扩张。事实上，川普确实反复强调，这不是要占领伊朗，而是精准打击。木火金水，五行之中唯独缺了土，这个缺土怎么解？有多种说法。第一种，五行缺土代表不涉及领土争端，主要是海上和空中较量，对应金圣叹说的在海洋之上。第二种，土代表大地、国土、政权根基，缺土暗示要摧毁一个政权的根基。第三种，也是方正先生的解读，木火金水对应各种武器和军事手段的五行属性，合起来就是全方位的立体打击，习此大耻。川普在宣布打击伊朗时，确实用了类似洗血耻辱的措辞。他说革命卫队屠杀了超过1000名美国人，伊朗政府3次派人暗杀他本人，这就是奇耻大辱。这次行动就是要习此大耻。再看宋语，盐运洪开世界，同战火蔓延之际，世界各国统一立场。3月19日，英法德意荷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之前不想沾惹的国家都站出来了。世界同不正是这个意思吗？金乌隐匿白洋中，金乌是中国古代太阳的象征，太阳隐没在大洋之中，一个曾经耀眼的势力消失了。哈梅内伊被斩首之后，伊朗的最高精神权威确实隐匿了。他的儿子穆杰塔巴虽然接班，但已经完全躲在暗处，不敢公开露面，从此不敢称雄长，兵器全消，运已终。经过这场打击，曾经称雄一方的势力彻底衰落，军事气焰消散，国运走到尽头。但方正先生的解读不止于表面，他认为这一项表面说伊朗，实际暗指伊朗背后更大的支持者。这场打击表面针对伊朗，实际是美国对那个大国的战略窒息，伊朗的中东支柱整个垮掉了。那个依靠伊朗牵制美国的大国发现自己的棋子没了，而且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卖给伊朗的武器和防空系统形同虚设，美以战斗机如入无人之境，还有谁愿意跟他的军工合作？兵器全消，运已终。而李淳风和袁天罡预言的先见之明在于，他们把这场看似与中国毫无关系的中东战争写进了中国的推背图里。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中东，而在太平洋，它的最终影响对象不是伊朗，而是中国。如果接受这个解读，接下来的第46项就格外惊悚了。谶语，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语，有义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杀不用刀，不是传统武力冲突，而是某种不见血的方式。经济制裁，政权内部瓦解，社会动荡，还是其他什么？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大多数人不会受害，但有一个特定的人逃不掉。网上的拆字解读让人头皮发麻，一人代工合成一个夷字，夷的原意有平的意思，夷为平地，化险为夷，都是这个意思。名字里有平字的人是谁？白头翁三个字，白字头上加个翁字又是什么？上下结合，名字里有某个字又和某个字相关的人是谁呢？我不说，你自己想。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金剑埋伏在东门，勇士从后门闯入皇宫，这是在描绘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权力更迭吗？帕克说的中国权力结构不稳定，军方清洗背后的危机，和这一项是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接着看第47项，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金圣叹批注，此项有贤君下士，豪杰来归之兆，铮铮然有无为而治之盛。动荡之后是什么？是演武修文，放下武力回归文化，是紫微星明，真正的领袖降临，是吴王吴地，不再有专制独裁，是来自田间第一人，新领袖出自民间。帕克说中国最终会回归传统文化，经历精神觉醒，走向民主。1400年前的李淳风和今天的帕克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未来。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那我们再加一个维度，把500年前法国的诺查丹马斯也请出来。诺查丹马斯的诸事记在西方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推背图，941首预言诗，准确率高得吓人。他的第26首4行诗写道，巨大的蜂群将会升起，在夜间埋伏。现代解读者认为蜂群就是无人机群。伊朗战争中双方大量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嗡嗡作响，夜间飞行，无人机击中杜拜美国领事馆就是在夜间。这画面像不像一群在黑夜中升起的巨大蜜蜂？另一首诗更令人不安。7个月大战，人们因邪恶而死。从2026年2月底算起，7个月后是9月。川普刚在3月底表示正与伊朗新政权谈判，但同时威胁若失败就彻底摧毁伊朗基础设施。这场战争会在7个月内结束吗？还是会拖得更久？诺查丹马斯还写道，当火星在群星间主宰道路，人类鲜血将洒溅圣所，3道火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在沉默中失去光芒。火星是古罗马战神，暗示2026年是暴力冲突之年。3道火从东方升起，是不是暗示东方将出现3场危机？最关键的是，诺查丹马斯在1556年与法国王妃对话中提到的预言。他说1999年恐怖大王降临，然后反基督者的战争将持续27年。1999加27等于多少？2026就是今年。按照这个逻辑，2026年是那场27年战争的终结之年，之后会怎样？诺查丹马斯罕见地写下充满希望的诗句，天使人类的子孙，统治我们也保卫和平。他为统治而制止战争，和平永存。这跟推背图第47项的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如出一辙。3个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预言者。帕克在21世纪的英国，李淳风在7世纪的唐朝，诺查丹马斯在16世纪的法国。他们互不相识，却都指向同一个结论。2026年是巨大的转折点，旧秩序崩塌，新秩序诞生，动荡是惨痛，惨痛之后是新生命。帕克把这称为第2波大觉醒。他说当前的混乱是推动人类集体意识觉醒的催化剂。2026到2029年是最动荡的4年。北约会削弱，联合国早已形同虚设。到2030年前后，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架构将从废墟中诞生一个更务实、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从各国精疲力竭后的共识中诞生。他预言印度将引领全球精神复兴，而中国在体制崩解的阵痛后，也会重新拥抱5000年传统文化。帕克说了一段让我印象极深的话，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系统被翻转过来。如果这一切发生了，那最终必定是为了好的方向。先追寻灵性觉醒，
其他一切会随之而来。一旦我们在灵性上觉醒，就会自然想去帮助他人，就能对整个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他还说，我们正在见证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在这之后，一个更好的时代就要来临。那我们台湾呢？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先说几个现实的事情。美国已经把军事资产从印太调往中东，拦截飞弹库存快速下降，这些原本是防卫台湾准备的。学者指出，伊朗战争持续越久，中国获得的喘息空间越大，但反过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展示了惊人的军事能力，对中国是一种威慑。台湾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面对古今中外预言同时指向的动荡期，我们该怎么做？第一，物资准备不是玩笑。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直接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油价上涨带动所有物价上升，囤基本生活物资、药品、饮用水都是明智的选择。第二，密切关注台海局势，不管信不信预言，美国军力被中东牵制是客观事实，未来2到4年的安全形势充满不确定。第三，保持资讯敏感度，动荡时期假消息和恐慌大量传播，学会辨别真伪，不被情绪带着走。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帕克反复强调，物质准备固然重要，但精神觉醒才是真正能让我们度过风暴的力量。无论外在世界怎么翻天覆地，内心的平静和善念才是最强大的护盾。历史的车轮在加速转动，伊朗硝烟未散，中东格局已被改写，硝烟背后一场更大的棋局正在展开。帕克看到了，推背图1000年前就写下了，诺查丹马斯500年前也留下了线索，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旧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篇章即将翻开。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但黎明终究会来。问题是，在那个更好的时代到来之前，你准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在结束之前，我想花一些时间把帕克过去几年的预言准确度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帕克这个名字以外的深入分析。你们可能会想，灵媒的预言到底可不可信？有没有科学根据？先说结论，没有科学根据。灵媒的预言不是科学，它不可以被实验重现，不符合科学方法论。但这不代表它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帕克的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帕克的成名之战是预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他提前好几年就指出女王的健康会在特定时间段急剧恶化，最终辞世。2022年9月8日，女王驾崩。帕克事后被英国多家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他还预言了查尔斯国王会被诊断出癌症，这也应验了。2024年2月，白金汉宫宣布查尔斯国王确诊癌症。在政治方面，帕克在2023年底就预言川普会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拜登或哈里斯有更大的胜算。帕克不仅预言川普会赢，还预言他会遭遇暗杀未遂。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宾州竞选集会上被枪击，子弹擦过他的耳朵。帕克事后表示，他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在国际局势方面，帕克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提到过一场来自中国的大规模传染病会席卷全球。他在2015年就预言中俄会结盟对抗美国。他预言以色列会对加萨和黎巴嫩的伊朗代理人发动无情打击，这也全部应验了。他预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下台。2025年初，特鲁多果然宣布辞职。他甚至预言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当然，帕克也有预言不准的时候。他曾预言普京会很快去世，但直到目前普京仍然在位。他预言哈里王子和梅根会离婚，这也尚未发生。怀疑论者网站坏灵媒就专门整理了帕克预言落空的清单，指出他很多预言只是改了时间后重新包装，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在关键的大事件上，女王去世、川普当选、川普遇刺、新冠疫情、中俄结盟、以色列打击伊朗代理人，以及现在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帕克的命中率确实高得离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几乎每一次都提前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就给出了具体的时间窗口。这就是为什么当帕克说2026到2029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的时候，
我们不能轻易忽视。再回到推背图，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推背图之所以叫推背图，是因为传说李淳风算得太投入，一路推演未来，停不下来。袁天罡在旁边推了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于是李淳风才停下。整本书就以最后一项中袁天罡推李淳风背部的画面作为结尾。这本书从第1项到第60项，涵盖了从唐朝到未来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前面40多项已经全部被历史事件验证，从武则天称帝到安史之乱，从宋朝建立到元朝入侵，从明朝覆灭到清朝兴衰，从辛亥革命到2战结束，从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每一项都有谶语、宋语和图画3重密码，而且事后看来都精准，得令人匪夷所思。而我们现在讨论的第45项到第47项，恰恰处在已验证和未验证的交界地带。第45项如果按照传统解读是2战，那它是已验证的；但如果按照方正先生的新解读，它对应的是2026年的伊朗战争，那它就是一个正在被验证的预言。而紧接其后的第46项和第47项，则是即将到来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帕克、推背图和诺查丹马斯都在指向这个时间点？帕克自己的解释是，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宇宙周期的转换。印度古老的吠陀传统把时间分为4个瑜伽，也就是4个时代。最黑暗的时代叫卡利瑜伽，充满谎言、暴力和道德沦丧。帕克认为，我们正处在卡利瑜伽的末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但在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始之间，必然有一段极度混乱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这个概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循环不谋而合。推背图最后一项的金圣叹批注就说：一人在前，一人在后，有往无来，无独有偶，以此电图，其寓意至深远，盖无相之象胜于有相。意思是历史是循环的，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必然来临，这是宇宙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诺查丹马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的预言中最令人恐惧的部分集中在1999到2026年这27年间，但在这之后他写下了少数几首充满希望和光明的诗句，仿佛在说黑暗有尽头，光明在前方。3个截然不同的预言体系，3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这是巧合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面对如此高度一致的预言指向，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是真的，我们也应该认真对待。因为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伊朗战争只是开胃菜，接下来的2到4年，世界会经历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剧烈动荡，旧的国际秩序、旧的政治格局、旧的经济体系都将被重新洗牌。但在动荡的另一边，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帕克的建议很简单，他说不要恐惧，要保持希望，物质层面做好准备，精神层面保持觉醒，照顾好身边的人，维持善良的心，因为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善良和爱永远是穿越风暴最可靠的指南针。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一口气讲了帕克的预言、推背图的千年谶语、诺查丹马斯的4行诗，以及伊朗战争背后中美博弈的深层逻辑，信息量很大，如果你需要消化一下，完全可以理解，但请记住今天的核心讯息。第一，伊朗战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帕克和推背图都指向了下一个更大的战场。第二，2026到2029年是全球动荡的高峰期，但动荡是旧秩序瓦解的惨痛，不是文明的终结。第三，在所有预言的尽头，无论是帕克、李淳风还是诺查丹马斯，他们都看到了光明。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天使降临，和平永存，黑暗有尽头。所以囤好物资，保持清醒，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然后等待黎明。黎明终究会来。我知道有些观众可能会说，你讲了这么多预言，但预言毕竟是预言，它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情报分析。我完全理解这种质疑，所以接下来我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也就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分析的角度来验证这些预言到底有没有道理。先说伊朗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2026年第一季度，光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半封锁常态化，就已经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危机不是海峡完全封锁，而是这种半封锁的常态化。企业无法预测下个月的运费和保险成本，贸易合约失去了稳定性，跨国投资开始从中东地区撤退。同时，曼德海峡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全球2条最重要的能源咽喉同时出问题的时候，受影响的不只是石油价格，而是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信心基础。对台湾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台湾 98% 的能源依赖进口，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台湾的能源安全将面临严峻考验。有人做过测算，如果海峡完全封锁，台湾的石油储备大概只能撑90天左右。当然，目前海峡并未完全封锁，但油价上涨带来的连锁效应已经开始影响台湾的物价和制造业成本。再说中国的角色，从军事分析的角度来看，伊朗战争确实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美军目前在中东部署了至少2个航母战斗群，还有大量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每一架战机出动都需要消耗弹药和零件，每一次拦截伊朗飞弹都在减少美军的库存。美国的军工产业虽然强大，但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先进的拦截飞弹，比如标准3型和爱国者导弹，生产周期长达2到3年，现在消耗掉的库存短期内无法补充。这些拦截飞弹原本是为了应对太平洋方向的威胁而准备的，也就是说，每一枚在中东消耗掉的拦截飞弹都是少了一枚保卫台湾和日本的拦截飞弹。美国国会已经有议员公开质疑，为什么要把防卫印太的武器拿去打伊朗？但川普政府显然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帕克说的伊朗只是序章，真正的风暴眼在中国就不再只是灵媒的玄学了，它背后有非常现实的军事逻辑支撑。美国打伊朗的同时，确实在削弱自己在太平洋的防御能力，而中国确实有可能利用这个窗口期加速军事准备。推背图把伊朗战争和中国的命运写在相邻的2项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完全合理。再来看经济面，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众所周知的，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资撤离、出口下滑。伊朗战争又让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和能源来源。伊朗的石油占中国原油进口的 10% 到 15%， 而且由于美国制裁，这些石油几乎全部以折扣价卖给中国。如果伊朗政权真的更迭，新政府很可能转向亲西方，中国就失去了这个廉价能源来源。帕克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在2026年引发政治动荡。从纯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威权体制崩解，背后几乎都有经济危机作为导火线。苏联解体之前是经济停滞，阿拉伯之春之前是物价飞涨，伊朗这次的大规模抗议导火线也是经济困境。如果中国的经济恶化到一定程度，社会不稳定因素累积到临界点，推背图第46项所描绘的那种巨变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好啦，说了这么多现实分析，让我们回到预言本身。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值得深思，就是帕克、推背图和诺查丹马斯。他们3个虽然对动荡期的描述各有不同，但在结局的描述上却出奇的一致，他们都看到了光明。帕克说，这是第2波大觉醒的开始，人类将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蜕变。推背图第47项说，演武修文，紫微星明，一个来自民间的贤明领袖将开创无为而治的盛世。诺查丹马斯说，天使的后裔将降临人间，制止战争，带来永恒的和平。这3个预言者来自3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使用3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得出了如此一致的结论。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想象你站在一座高山的3个不同方向，从东边看到的山和从西边看到的山形状不同，但它们是同一座山。也许帕克、李淳风和诺查丹马斯就是从3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一个未来。如果这个未来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转折点上。伊朗战争只是这个转折的第一幕，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巨变要发生，但所有的巨变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
那就是旧秩序的终结和新秩序的诞生。帕克说过一句话，我想用来作为今天的结尾。他说，成为你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那个改变。如果足够多的人这样做，我们就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先追寻天国，其他一切自会随之而来。这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但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年份听起来格外有力量。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向，也许我们无法阻止战争和动荡的发生，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选择保持善良，保持清醒，保持希望，因为无论未来发生什么，这些品质永远不会过时。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真的很长，从伊朗战争的硝烟到帕克的灵视，从推背图的千年谶语到诺查丹马斯的4行诗，从中美博弈的深层逻辑到人类文明的宇宙周期。如果你能看到这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记住3件事：囤物资、保清醒、等黎明。